虾仁花费100万买下一个快倒闭的旅行社，带游客去的地方却有一点点特别，不是2000年前的秦朝。啊！我和祖龙握手了，我这个月都不洗手了，就是丧尸遍地的末日废土。救命啊！丧尸咬我屁股了！甚至是御剑飞行的修仙世界。别拦我，我要修仙，我要长生。只因虾仁在被查出癌症晚期时，竟意外觉醒了位面旅行系统，只要完成系统的旅游任务，即可获得寿元奖励。绑定成功，位面旅游系统竭诚为你服务，请宿主在3日内招来5名游客，前往秦朝半日游，售价1000元每人。注意，必须明确告知旅游目的地，不得靠忽悠、欺诈手段揽客。完成任务，奖励寿元7天，奖金10万元，枪械精通。事不宜迟，虾仁拿起手机，带上旅行社内可移动的宣传白板以及其他揽客工具，直接来到了人流量最大的火车站。思索片刻后，他在白板上写下了穿回2000年前的秦朝旅游专线1日游，售价1000元每人，若有虚假，赔偿10万元每人，并且将10万2字写得格外的大。虽然看起来很假，但看在10万元的份上，怎么也会有人来问吧？果不其然，没一会虾仁的白板就引起了许多人驻足围观。这时有一个人好奇地走上前。小兄弟，你这个穿回秦朝旅游专线，是不是去影视城那个秦王宫？不是，带你到2000年前的秦朝玩1天。兄弟，你骗人也找一个好借口，穿越到2000年前的秦朝，亏你说得出口。这时人群中的旅游博主张涛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。这看起来挺有趣，如果是骗人的，刚好可以拍来当素材。帅哥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若虚假宣传，赔偿10万元。怎么报名？你看看有没有问题，若是没有问题，签字就可以了。张涛仔细查看了一番后，就在他准备签字时，旁边围观的人却忍不住了。小伙子，这看着就像是骗子，万一将你骗到缅北去，那可就回不来了。张涛顿时停下了手中的笔，虾仁也看出了他的犹豫，于是急忙开口。我家是正规旅行社，我也是正规导游，你可以到官网的 APP 导游之家查看我的导游证，上面有我的从业信息。虽然听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这是太离谱了，要是多几个人和我一起就好了。有没有要一起报名的？我们4个也要报名。随即人群中便走出4名长相周正的壮汉，虾仁见状心中大喜，没想到5个人的任务今天就完成了。行，你们确定好，那就签合同，顺便交费吧。张涛看见4人一身正气的模样，心中顿时没了顾虑，立马就签好了合同。4名男子也紧随其后签好了合同。随着5人缴费完毕，虾仁也已经将东西都收了起来。5位客人，跟我走吧。说完，虾仁带着5人朝旅行社走去。此刻张涛边走边开口道：自我介绍下，我是一名旅游美食博主，我叫张涛。我叫张明辉、王海峰、刘振东、李建国。几位瞧着很不一样，是不是部队里出来的？没错，我们几个都是退役军人。太好了，有你们在，我可安心多了。很快，一行人就来到了一辆 SUV 前，虾仁招呼着众人上了车。很快，车子就驶入了一条隧道之中。这时，张涛拿出了手机，一边拍一边问：虾导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到秦朝啊？快了，快了，不要着急。没过多久，隧道尽头突然出现了一道刺眼的白光，随着车子穿过白光，窗外的景象变成了一片广阔的田野，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。宿主已成功穿越至秦朝，在秦朝旅游12小时，返回即完成任务。快看，眼前一伙身穿现代服饰的旅游团，居然出现在2000年前的秦朝琅琊城外。吴朝导游，你找的这个秦朝景点可真逼真啊！我怎么在网上从没刷到过？是啊是啊，你看这城墙还有城门外的士兵，简直和电视剧里的一模一样。但虾仁接下来的话却让众人吓了一跳。各位游客，欢迎来到秦朝。虾导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原来虾仁觉醒了位面旅游系统，只要不断完成系统的任务，就可以获得寿元和其他奖励，这让癌症晚期的虾仁惊喜不已。现在正是他第一次带团来到秦朝。信不信由你们，咱们这一次旅游景点是琅琊郡，正好秦始皇马上就要到琅琊，我们这一次或许能看到秦始皇。听到虾仁说马上就能看见千古一帝的始皇帝，众人完全将刚才的疑惑抛之脑后。秦始皇，虾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不过得抓紧时间赶到琅琊，若是迟了，只怕就见不到了。虾导，咱们就这么去吗？恐怕还没靠近城池就被抓了。还真是，咱们这身衣服放到秦朝太扎眼了。就当众人正在烦恼该去哪搞衣服时，6名山匪就自己送上了门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张哥，我们能不能进到琅琊，就看你们了。张明辉4人对视了一下，随即什么都没说就冲了上去。没一会，6位山匪老祖宗就统统倒在了地上。虾仁看着地上6人，嘴角勾出一抹猥琐的笑容，这让地上的山匪顿感不妙。你们想干嘛？也不干什么，就是借你们的衣服一穿。
给他们衣服都扒了，这不太好吧？我们穿着这一身衣服可进不了城，进不了城可就看不到始皇帝了。此话一出，张涛直接闭上了嘴。张明辉几人看着地上的几人，嘿嘿一笑，随即就伸出魔爪，朝着6名山匪而去。下一秒，就听到山林间传来6位老祖宗凄惨的叫声。5分钟后，6人穿缝缝补补的情志衣裳出现在了官道上，而几人原本的衣服已经被虾人收入了系统空间。没一会，虾人靠着系统的指引，成功带领众人进入了狼牙城内。就在几人东逛逛、西看看时，城门口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所有人退避两侧。虾人6人循声望去，就看到一队先行部队正在清理街道。张涛看着队伍后方的皇家旗帜，激动不已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就在众人翘首以盼的目光中，始皇帝的车辇浩浩荡荡地驶入了城中。虾人悄悄拿出手机，打开录像拍了起来。张涛等人见状，也立马掏出了手机。作为导游的虾人赶忙提醒众人，大伙拍的时候都注意点，不要让人看到。拍照时记得把闪光灯和声音关了。明白。浩浩荡荡的东巡队伍朝着他们靠近，街道两侧的百姓纷纷跪下，行击手里，并高声呼喊：皇帝万年，大秦万岁！在这此起彼伏的呼喊声中，始皇帝的专属座驾就行驶到了6人跟前。就在虾人激动不已时，耳边突然的响起一道咔嚓声，伴随着一道刺目的光芒闪烁，一道箭矢也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身侧的李建国飞去。虾人急忙拽了李建国一把，这才险险躲过了射来的箭矢。众人刚松了口气，就发现自己已被大批官兵所围住。麻了，还得再撑6个小时才能回到现代。我们不是刺客。此刻张涛5人也被吓得举起了双手。就在几名官兵准备搜身时，蒙毅骑着马来到了几人跟前，将他们先押下去，莫要误了陛下的行程。待蒙毅离开后，6人便被押往了狼牙大狱。一进入牢中，狱卒们就开始搜身。李建国是第一个被搜身的，狱卒上下搜索，很快从袖口中找出了手机以及矿泉水瓶。狱卒拿着手机仔细端详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叫手机，是一件宝物，它既可以当作油灯照明，还可以画像，且画出来的图像足以以假乱真。李兄，你赶紧给几位差爷演示一下。官爷，我给你演示。别动，你来开。差爷，那宝物是他的，外人是打不开的，必须要宝物的主人才能开启。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别废话。虾人只好上前，他摁了下开机键，手机瞬间变亮。狱卒被这突如其来的光亮吓了一跳，一把甩飞了手机。虾人见状急忙解释，差爷莫慌，人一旦碰触到开宝物的开关时，宝物会自动发光。狱卒看着落在地上的手机，惊疑不定，过了好一会才敢上前确认这宝物真的不会伤人后，他才放心的拿到手中。这就是油灯照明。非也，这只是启动宝物，要想开启宝物，还需要宝物主人才行，这就得需要他来开启。小的是无法打开它。狱卒视线在虾人与李建国身上来回扫视一圈后，最终将手机递给了李建国。你来开，莫要耍小聪明，否则老子的刀可不是吃素的。不会。随即李建国就打开了照明功能。当手机发出一束光亮时，狱卒惊讶地感叹出声：真的会发光，还这么亮，太神奇了！方才还说此物可以做出以假乱真的画像，你演示给我们看一看。李建国闻言便打开了摄像头。当摄像画面出现时，凑在他身边的狱卒顿时发出了惊呼声。我天，我竟然在里面！狱卒兴奋地用手指着屏幕，当他看见屏幕中的人也会做出同样的动作时，更是惊叹连连。此时李建国提议道：我给差爷拍一张照吧。哈哈哈！李建国便给狱卒拍了一张照片，随后展示给对方看，引得狱卒又是一阵惊叹。这宝物竟如此神奇，轻松一摁便可成像，当真是神迹。随即狱卒就拿过手机自己摆弄起来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想起正事。此物倒是神奇，不过你们带着这些东西来狼牙做什么？差爷，这宝物是我们准备敬献给陛下的。方才在街上，我这兄弟太过紧张，不慎触发了照明，这不就闹了误会。我们还有一件宝物，也是要敬献给陛下的。可是此物，正是。这又是什么宝物？此物乃是便携式水囊，能做到滴水不漏。哦，这东西如何使用？我来给差爷演示一番。狱卒将矿泉水瓶子递给虾人，接过后虾人将瓶盖拧开，随后拧上。这一通操作下来，看得狱卒是啧啧称奇。此物与水囊作用相差无几，但胜在轻便。这2样宝物都是草民精心准备，献给皇帝陛下，还望差爷小心保管。虽然目前你们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我还是要对各位进行搜身，还望见谅。随即狱卒就上前开始对着虾人一行人搜身，但在李建国给他演示手机时，虾人已经将众人的物品都收入系统空间中，所以自然是什么都没搜到。已经检查完了，此事我们会如实上报。至于上头会如何处置尔等且先等着。待狱卒离开后，6人立马聚到了一起。最后是张涛先开口了：瞎捣，我们应该不用返回到降落地点才能返回吧？
统哥，返程需不需要回到降落地？不需要，到了返回时间 ，SUV 会自动出现在宿主所在的位置，在规定的5分钟内，乘客返回车上，宿主随时可启动弹乘键。5分钟后，若有游客滞留位面世界，则会被系统抹杀。如果有游客滞留在位面世界，我会受到什么惩罚？根据滞留游客性质决定。若是因为宿主恶意让游客滞留，宿主会被扣除相应的寿命与技能；若因为游客自身缘故导致无法返程，则游客自行承担后果。了解完规则后，虾仁顿时松了口气。此时张涛见虾仁半天没反应，也有些急了。虾岛该不会要返回到降落点才能返回吧？不需要，不过返程有一个规则。虾仁给众人讲解了一下返程规则后，几人也都放下心来，随即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此时另一边的狱卒已经将东西呈给了蒙毅，蒙毅研究一番后，感叹之声就没停过。还真是神奇。走，那我先去会一会他们。等蒙毅赶到监牢时，下一秒发生的事却让他大惊失色。快看，秦朝监牢内居然出现了一辆现代 SUV 汽车。卧槽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快来人啊！只见几人的监牢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铁皮盒子，随着6人进去，四周突然亮起一道剧烈的白光，随着白光消失，虾仁等人也不知所终，这可让蒙毅傻眼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要赶紧去禀告陛下。随即蒙毅就去面见秦始皇了。而此刻虾仁一行人重新出现在了隧道之中，看着这神奇的一幕，张涛忍不住先开口了：这也太神奇了！虾岛这个秦朝一日游还有吗？暂时没了。虾岛，我们建了一个群，拉你进来了。以后这个秦朝一日游有了，你一定要通知我们，我保证第一个报名。这要有了老客户，我下次不是就不用那么辛苦揽客了。没问题，一定喊你们。很快众人就回到了旅行社，在将众人送走后，系统结算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恭喜宿主通过考验，主线任务完成度100%，现已发放奖励。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虾仁的手机传来短信的提示声，打开界面一看，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多了10万元，脑中也出现了关于各种枪械的知识。看来这就是系统的奖励了，不过寿元还是有点少啊，看来得多努力了。次日清晨，虾仁刚刚醒来，系统就发布了新的任务。请宿主到幸福里小区揽客5人，前往公元前218年秦朝一日游，售价2000元每人。注意，游客必须是幸福里小区的居民。揽客时间16小时，8点开始计时。任务成功，奖励寿元半月，奖金20万。我操，怎么还限定客户群体呀？那张涛他们不是不行了？系统商城已开启。虾仁眼睛一亮，随即打开了系统商城，结果一眼扫去，发现只有3样商品亮着，其余都是待解锁的字样。这系统还真是扣啊，什么都要我花钱，不过也省得我去找老祖宗借衣服了。虾仁看了一眼时间，发现已经7点半了，他也没再磨蹭，直接拿好白板赶到了幸福里小区，随即就如昨天一般，在小区门口摆了个摊子。一瞧见有人出门，虾仁就立马大声吆喝：帅哥美女，秦朝一日游，了解一下，穿越到2000年前的秦朝。结果吆喝了好一阵，别人都当虾仁是骗子，根本不理他。就在此时，从小区出来的方高畅看到了虾仁旁边的白板，立马想到了什么。这不是网上视频中的那个导游吗？原来张涛一回去就将自己拍摄的视频发到了网上。此时方高畅快步走到了虾仁跟前：我在网上刷到过你，你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假的，我直接赔你10万元，怎么样？你都不吃亏，机会难得，要不要试试看？你没玩套路吧？是不是套路？你亲自试试看，不就知道？说的有道理，小爷我就试试看。如果没带我去秦朝，10万元我拿定了，可别想忽悠我，我朋友可是很多的。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耍赖。很快双方就愉悦地签好了合同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明日中午，如果今日招够5个人，可以马上出发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给你摇人。话落，方高畅就拿出手机准备摇人，虾仁赶忙补充起要求：兄弟，你得叫幸福里小区的，其他地方的都不行啊！你这生意做的还真奇葩，也就是我认识的人多，不然你这要求还真找不齐4个人。没一会，方高畅就通过手机喊来了4个人，他们一见面就询问虾仁没去成秦朝，是不是真给10万元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，几人果断签约。虾岛，现在可以出发了吧？可以，我去把车子开过来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虾仁取车的路上，打开系统商城，购买了6件秦朝服饰。没一会，虾仁就将 SUV 停在了众人面前。走吧，咱们上车。待众人上车后，虾仁立马将衣服分发给了众人。这是秦朝的服饰，大家都给他穿上，不然一到秦朝就被抓了。见众人都换好衣服后，虾仁便发动了车子，没一会就驶入了上次那条隧道。又是一阵白光闪过，众人出现在了一望无际的田野之上。卧槽，车呢？这是哪？各位游客，欢迎来到公元前218年的秦朝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全都呆愣在了原地。就在此时，虾仁的脑海中响起系统冰冷的机械音。
游览任务出发，请宿主带领游客前往彭城景区游览，让游客体验面见秦始皇项目。任务奖励精通剑术。卧槽，不知道上次搜刮上去的手机有没有送到始皇帝的手中？若是送到的话，那么这一次能见到始皇帝的概率就大大增加。想不想亲眼见见秦始皇？卧槽，侠岛，你真的能让我们见到秦始皇吗？应该差不多，跟我走吧。虾仁靠着系统的指引，没多久就带着众人来到了彭城内。这时几人前方原住民的聊天吸引了众人的注意。听说了吗？前几日有神仙下凡，给陛下献了件宝物。可不是，我表兄在对首府当差，亲眼所见，那宝物方方正正，巴掌大小，能凭空生出光亮。我听说那宝物能摄人魂魄，只要对准人脸一晃，就能把人的魂收进巴掌大的方框里，活灵活现的。卧槽，这他妈感觉像手！李军一把捂住了江凯的嘴，免得引起其他人注意。此时郑晨压低声音开口。他们说的，我怎么感觉像是手机？应该不是吧？难道你们忘记了我之前说的那个博主？他们已经来过秦朝，这该不会是他们进献给秦始皇的吧？五人齐刷刷地看向这里的唯一知情者虾仁，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他点了点头。手机是我们上一次来秦朝献上的宝物。卧槽，我有2台手机，我这台苹果就当贡品了。你们要送，我不拦着，但你们得先把相册清空，把那些不该有的软件全部删除，就保留最基础的拍照、照明之类的。记住，这可是要给秦始皇看的仙气。众人中只有江凯、方高畅、李军3人带了2部手机，所以只有他们3人各给了1部手机给虾仁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我带你们去见秦始皇。很快，虾仁就在系统的指引下，来到了秦始皇的临时驻地外。正当他们准备进去时，一队官兵拦住了他们。站住！尔等何人？为何在行宫附近徘徊？这位将军，我等乃海外方士，特来向陛下进献仙气。随即虾仁就拿出了江凯的苹果手机。为首的官兵首领盯着那泛着金属光泽的仙气，脸色阴晴不定。半晌，他猛地一挥手，带走！若敢欺君，小心你们的项上人头！将虾仁几人安置好后，官兵首领双手端着苹果手机，快步来到蒙毅所在的偏殿。末将在行宫外围巡查时，发现6名形迹可疑之人，他们自称海外方士，携此仙气前来进献陛下。蒙毅原本正在处理公务，此刻猛地抬头，当他看清官兵首领手中那泛着冷光的仙气时，瞳孔骤然收缩。半月前琅琊台那6名消失的仙人，献上的正是此般神物。这个虽与之前那个略有差异，但整体相似。若真是同一批人，那些仙人突然消失的谜团，今日或许就能解开。待6，某要亲自审问。蒙毅来到几人所在的房间后，发现只有虾仁这一个熟悉的面孔，还不等他开口询问，虾仁就先开口了。鄙人虾仁见过蒙上卿。姓蒙还是上卿？难道是蒙毅？您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蒙毅吗？某正是蒙毅。得到蒙毅肯定的回答，方高畅几人立马激动地围了上去，眼睛里冒着星星，活像一群见到偶像的追星族。蒙大人，我是您的粉丝啊！大人您真人好帅，您指挥的灭齐之战太精彩了。能给我签个名吗？不是，能握个手吗？蒙毅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都不知道问什么，还是虾仁开口替他解了围。喂，你们差不多得了。在虾仁的干预下，暂时摁住了激动的5人组，随即他拿出另外2部手机，一脸郑重地看向蒙毅。蒙上卿，此乃另外2件仙器，若陛下愿见我等，还有更多宝物相赠。对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宝物。江凯等人也连连点头。蒙毅看着虾仁手中的仙器，眼神闪烁。片刻后，他伸手接过，缓缓开口：某会如实禀报，但陛下是否召见，非臣子所能揣测。有劳蒙上卿了。蒙毅带着3部手机，很快就来到了秦始皇所在的内殿。陛下，琅琊台那批方士又现踪迹，此番来了6人，献上3件新法器。领队者自称虾仁，称还有其他宝物献给陛下。其他宝物，带他们来见朕。偏房内，蒙毅刚一进来，方高畅几人就围了上去。蒙上卿，怎么样？陛下愿意见我们吗？陛下需尔等觐见。几人兴奋地跳了起来。虾仁见状，赶紧把几人拉到一旁，低声提醒：都悠着点，那可是祖龙，一个不慎，可是要人头落地，到时候我也救不回你们。众人闻言这才冷静下来。没一会，几人就来到了大殿之中。看到秦始皇的那一瞬间，众人竟齐齐地跪了下去。后世子孙拜祖龙大大。这丝滑的行礼让殿中的秦始皇傻了眼，惊讶过后，他立马意识到了众人话中的不同寻常。平身，尔等方才自称后世子孙，这是为何？回陛下，我等并非仙人，实乃来自2200余年后的华夏子孙。之所以坦白，是因为虾仁考虑到以后或许会经常来秦朝，谎话迟早会露馅，所以不如一开始就老老实实交代。就在殿中气氛逐渐变得死寂时，秦始皇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可有证据？虾仁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了一段视频，那是一条宣传全国各大城市的宣传片。
陛下，你只需要点击屏幕中间，便能看到2000年前后这片土地上的景象。秦始皇接过手机，按虾仁的说法点了一下，而后出现的画面让他震惊不已。虾仁见状便开始为他讲解。陛下，那些在街道上飞驰的铁盒，名为汽车，无需马匹，日行千里不在话下。秦始皇的瞳孔骤缩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视频中的车流。天上飞的叫飞机，可日行万里，从咸阳到南海不过1个半时辰。什么？从咸阳到南海不过1个半时辰？这简直是神迹！随着视频的不断播放，虾仁在一点点的讲解，秦始皇死死地盯着屏幕，努力地消化着这匪夷所思的事情。讲解到最后，虾仁一脸郑重地看向秦始皇：“陛下若不信，明日42刻可亲眼一见那汽车。”哦，当真？不敢妄言。甚好，明日朕便静候尔等后世子孙一睹这跨越2000载光阴的新奇之物，蒙清，好生款待后世之客。臣遵旨，诸位且随我来。片刻后，蒙毅领着众人来到了一处清幽小院。诸位暂且在此歇息，院中可自由行动，若有需要，尽管吩咐这些婢女。蒙大人，我正好有一件事，而这件事只有你能办到。何事？蒙大人，能和我合个影吗？就是用此物给我们俩一起拍个照。这点小事自然可以。待虾仁拍好后，方高畅5人也都挤了过来，全都要和蒙毅合影。在拍了足够多的合照后，江凯又有了新的主意：咱们拍张大合照吧。好主意，虾导你也来。虾仁便立马站了过去，和方高畅几人将蒙毅簇拥在中间。此刻蒙毅满脸茫然又无奈的表情。随着相机的咔嚓声响起，蒙毅与6人组跨越2000年的合影就此诞生。次日，几人刚吃完早饭，就听到院门被人轻轻叩响。虾仁开门一看，正是蒙毅。陛下4时召见，诸位可准备好了？上京带路便是。随即，蒙毅就领着众人来到了昨日的大殿之中。一番行礼后，虾仁缓缓开口：“陛下是只想见一见，还是需要演示？若要演示汽车的速度，需要一处开阔的场地，最好有笔直长道，可供汽车奔驰。城西演武场长300丈，宽50丈，四围有高墙，此地如何？”差不多可以。不多时，一行人便来到了演武场。请陛下稍后，42刻一到，他便能抵达。秦始皇点了点头，随后众人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一到42刻，一道刺目的白光凭空炸开，下一秒，一辆 SUV 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秦始皇看着这神奇的一幕，久久说不出话，就连抚摸车身的手指都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着。此物就是那日行千里的汽车。正是，陛下可愿登车一试，亲身感受这汽车的玄妙。话落，虾仁就上前一步，拉开了车门。蒙毅见状，立刻警惕地上前。陛下，臣请先行示成。正当虾仁以为秦始皇会让蒙毅先试一试时，秦始皇的下一句话却让众人震惊不已：“不必，尔等既为后世子孙，朕信之。”此话一出，虾仁心中感动不已，立马就将秦始皇引入了车中。四下打量了一番后，秦始皇突然指向头顶的空调出风口：“此为何物？”回陛下，这是调节冷暖的机关。虾仁顺手打开空调，凉风徐徐吹在秦始皇身上，这风好生凉快。此时距离返程时间只剩3分钟了，虾仁知道不能耽搁了，于是急忙开口：“陛下，坐好了，车子马上就要开动了。”待秦始皇坐好后，虾仁立马启动了车子，随着引擎的轰鸣，车子平缓地行驶在演武场之上。陛下，现在这个速度只是45码，若是在宽阔的道路上行驶，可以达到120码。这速度已经比得上宫中最好的战车全速奔驰了，居然还能再提升2倍多，此物竟如此厉害！秦始皇看向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象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，直到虾仁将车停下，他才回过神来。这就结束了吗？朕还想多体验一会呢。陛下，时辰已到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朕尚有诸多疑问，尔等若一去不返。陛下放心，过些时日，我们定会再来，届时必当详细解答陛下所有疑惑。秦始皇闻言，直接从腰间解下一块玄铁令牌，上面的盘龙纹饰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。持此令，可直入咸阳宫。朕静候佳音。虾仁双手接过令牌，郑重地将其收好。必不负陛下所托。待秦始皇下车，虾仁立马朝方高畅等人招手：“快上车，我们该走了。”8个人如梦初醒，快速上车。待众人坐好，虾仁立马开启了返程，随即车身爆发出一道刺眼的白光，随后 SUV 就出现在了熟悉的隧道之中。虾导，下次什么时候再去，你可一定要通知我们啊！如果能去，我一定通知你们。我先拉你们进个群吧。话落，虾仁就将6人都拉入了秦朝旅游团的旅游群。见有新人到来，群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。虾导，怎么还有新人呢？是不是第2次秦朝旅行就要开始了？这是已经去过的，这次有条件限定，所以没喊你们，下次一定。到底什么条件啊？虾导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也愿意去做啊。这我也说不好，等通知吧。此话一出，群内瞬间哀嚎遍野，但虾仁也没再理会，直接将6人都送了回去。等他回到旅行社时，已经是中午了。系统结算吧。
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和游览任务，半个月寿元奖金20万以及100部穿羊现已发放。领完任务奖励后，虾仁开始等到系统发布新的任务，一直到深夜11点，他才听到系统那美妙的声音。请宿主到云香社载揽6名游客，前往公元前218年秦朝2日游，售价4000元每人。注意，游客必须是云香社业主，揽客时间48小时，0点开始计时。任务奖励寿元增加1月，现金40万。看到系统限定的人群，虾仁一下子就懵逼了。我操！这云香社可是杭城有名的别墅小区，那里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人，没人带我都进不去，怎么揽客啊？不知道前2趟旅客有没有认识云香社业主的？想到这，虾仁点开了秦朝旅游团的群聊，随即在里面发了一条消息。有人认识住在云香社的吗？江湖救急！我哥们乔文柏就住那，纯土豪。虾岛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第3团要开了，但这次只招云香社的业主。凭什么？我们不服！虾岛，你这规则不公平。规则如此，无能为力。群里顿时哀嚎一片，各种哭诉表情包刷屏。就在这时，江凯直接艾特了虾仁。虾岛，我今晚就去找他，保证完成任务。OK。就在虾仁进入梦乡后，另一边的某赘去办公室内，张明辉正和自己的领导汇报着什么。报告老总，确认第3次秦朝穿越团的条件必须是云香舍别墅业主，名额6个。消息可靠，千真万确，虾仁亲口在群里说的。行，你去给我通知后勤部，让他们在明早8点前收购6套杭城云香社房产。张明辉接到任务后，立马就着手去办了。结果每当价格谈好后，业主都会出现各种意外，导致收购无法按时完成。最后张明辉也只好将这情况如实汇报给了张老总。看来超出常理的东西在干预啊！你去通知后勤部，所有收购取消。好。次日虾仁一醒来，就看到了江凯的信息。我哥们已经答应了，我把他推给你，你直接联系他就行。这江凯还真给力啊！可是差5个人，我这该怎么找呢？虾仁加上好友后，开始思索该如何找齐剩下的5个人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上弹出了一条张明辉的消息：我有一个叔叔认识住在云香社的业主，我叔和对方关系不错，等会儿我带你去见见那位业主，或许他看在我叔的面子会答应。哦，张哥，你这真是雪中送炭啊！咱们9点云香社门口集合，可以吧？没问题。9点整，云香社小区门口，张明辉带着虾仁走向了保安亭。您好，我找7号业主张怀明先生，我是张老总的侄子，特意来拜访。张老总，你问问他具体叫什么名字？收的，我问问哪个张老总，具体名字是什么？张建金，他让我来问候张总，说前些日子送的茶很好喝。保安将原话复述了一遍，张怀明瞬间清醒。快放行，等，我亲自去见。5分钟后，张明怀着急忙慌地出现在了小区门口，随后将虾仁和张明辉带到了家中。坐下后，张明辉缓缓开口。叔叔说您最近太操劳了，该多出去旅游，放松放松。是，最近确实想安排个休假。巧了，我这位朋友就是搞特色旅游的。张总，我们这次来是想邀请您参加一个特殊的旅行团，穿越到秦朝的体验游。去影视城旅游挺不错的。张明怀以为是什么人造景区，所以随便表面应着，但其实根本不感兴趣。可虾仁的下一句话却让他震惊不已。张总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可不是去什么影视城，而是让你们穿越到公元前218年的秦朝去旅游。你是说穿越到那个有秦始皇的秦朝？对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找到我呢？因为这次旅游限定是云香社的业主才能参加。难怪昨天这局要收购我的别墅，看来就是为了这个啊！这一局都想参与进来，看来是真的了。如此有趣的旅行，那我肯定去见识见识。怎么报名？这是合同，你看一下，若是没问题，签字就行。张怀明粗略地看了一眼，果断签下合同。这时虾仁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。张叔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忙问问小区里还有没有哪位业主对秦朝2日游有兴趣的？我这还差4个名额。那正好，我太太和。系统提示：每位业主仅限1个名额。抱歉，张叔，这次活动规定1个家庭只能有1个名额。那我就去找其他人，这剩下4个名额，叔保证给你完成。在与张明怀一番客套后，张明辉就带着虾仁离开了。刚一到家，虾仁就收到了张明怀的消息：4个人数已经给你凑齐了，明天启程的时候直接签合同就行了。行，那就明天早上9点，你们到时候在门口等我去接就行了。随后虾仁将时间通知给乔文博后，就去购买了一些东西，打算送给秦始皇。次日清晨，等虾仁开车赶到时，乔文博和张怀明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了，各自身边都还放着一个行李箱。在众人上车签好合同后，虾仁给众人都发了一套秦朝服饰，待众人换好衣服后，他立刻就发动车子踏上了行程。在进入隧道穿过白光后，众人就出现在了秦朝的官道之上。卧槽，居然真的穿越了，我还以为江凯那小子骗我呢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
欢迎诸位来到公元前218年的秦朝。各位，接下来请跟紧我，在这里不比现代，任何出格的言行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就在此时，远方传来的一阵马蹄声，没一会，一队骑兵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。小仙，那些秦兵来势汹汹，咱们是不是该赶紧离开？不必担心。转眼间，那队披甲执锐的骑兵已经将众人团团围住。看着那锋利的长矛，张怀民等人都有些胆寒，但虾仁却不慌不忙地掏出了秦始皇的玄铁令牌。为首的骑兵将领一见令牌，竟直接下马，单膝跪地参见大人。他身后的一众骑兵也纷纷下马，单膝跪地朝虾仁行礼。这一幕让现代来的6人团目瞪口呆。这下倒在秦朝这么有背景吗？就在众人震惊的长大了嘴巴时，虾仁已经将令牌收了起来。此地是何处？陛下现在又在哪？离我们有多远？回大人，此地乃桃池里，陛下已于昨日回到咸阳，此地距离咸阳不过30里。我这群朋友要觐见陛下，有劳将军带路。走吧，带你们去咸阳。说完，虾仁就跟着骑兵将领朝咸阳走去。众人见状，立马跟了上去。等众人赶到咸阳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。刚一进城，虾仁就看到了前来迎接的蒙毅。蒙大人，你怎么还亲自来接我们了？陛下听闻公子归来，特命我前来相迎。今日天色已经有点晚了，我先安排诸位住下，等明日我再带各位去面见陛下。众人见到传说中的蒙毅都很是激动，但经过一天的奔波，都有些累了，所以一到驿站，众人就沉沉睡了过去。次日清晨，蒙毅早就准备好了马车，待众人醒后，立马就赶往了宫中。结果到了宫门，却被侍卫拦了下来。这些古怪的箱子需要打开查验一番。箱中多是准备进献陛下的特产，若当众开检，恐有不妥。既然如此，某作保，不必查验了。此话一出，侍卫也不再拦着，直接让开了一条路。随即一行人就拉着行李箱步入了宫门。蒙毅走在虾仁身侧，目光却一直盯着他的行李箱。方才我将这箱子从马车上拎下时，感受过它的重量。这轮子看着如此小巧，竟然能承受如此之大的重量。这箱底的轮轴甚是精巧，不知是何材质打造，竟能承受如此重量。这是用特种合金所制，轻便且承重。虾公子方才所说的合金，不知是何物，我只听过青铜、生铁，却从未听说过此物。所谓合金，就是将2种或多种金属熔炼在一起，使其兼具各金属的优点。我大秦的青铜也是同息相合，莫非也是？青铜确实是最早的合金之一，不过我们所用的这种合金更为复杂。比如这个轮子就是用不锈钢做的，里面加入了铬、镍等金属，不仅坚固，还不会生锈。蒙毅闻言蹲下身来，仔细端详着那精巧的滑轮。他用手指轻轻拨动一下，那轮子立刻就灵活地转动起来。他缓缓地起身，口中不断感叹着。此物还真是精巧，我大秦若能掌握此法，战车兵器的锻造必将更上一层。如此精妙的工艺，这不锈钢的炼制之法，还请虾公子不吝赐教。误草，这我就知道点皮毛，怎么能教人啊？蒙大人客气了，这真正的技术我可不会。倘若你想学，等下次我给带几本书来。那我就先多谢虾公子了。很快，一行人就赶到了大殿。除了高坐龙椅的秦始皇外，殿中仅有蒙毅、李斯2位近臣。当虾仁带领众人行完大礼后，秦始皇的目光直接落在那些奇异的行李箱上。诸位后世子孙所携何物？在其他人还处在见到秦始皇的激动之中时，乔文博最先开口。回祖龙大大，这都是江凯托我带来的礼物。哦，江小友送我的礼物，呈上来给我看看。得到许可，乔文博立刻手忙脚乱地打开行李箱，没一会就从里面拿出一个手电筒，随即恭敬地用双手呈上。陛下，请看此物。此乃何物？这叫手电筒，比手机那个电筒照得更亮，即便是白日光照依旧耀眼。话落，乔文博又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手电筒演示起来。弄清怎么操作后，秦始皇直接拨动了开关，只见一束强光骤然射出，将殿顶照得通明。哦，妙在此物比夜明珠更为明亮，倘若夜间行军，必有大用。此时张怀民等人也纷纷献出自己准备的礼物，这一件件物品看得秦始皇是惊叹连连。直到看完最后一件物品，虾仁也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。陛下，此物名唤土豆，耐寒耐贫瘠，可在北方干旱之地种植，亩产约30担。秦始皇闻言，小心翼翼地接过土豆，仔细观摩起来。好一会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此物当真能有此产量？”千真万确，物不仅高产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可做主食。寒冬时节，埋在地窖，能储存半年不坏。若此言不虚，大秦边军再无粮秣之忧，此物如何种植？选发芽的地方切块，等春分后埋入土中，只需100天便可收获。好，虾小友，朕代天下苍生谢过了。说完，秦始皇竟是朝着虾仁微微俯身行了个礼。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无不震惊。就在此时，虾仁开口了：“陛下不必如此，我还有一样东西要送于您，只是此物不便见人。”秦始皇闻言立刻平退了众人。此刻偌大的宫殿内，就剩下了他和虾仁。你这第2件礼物究竟是何物？竟如此神秘？
陛下，除了那些利国利民的之物，我还想告诉陛下秦朝未来的走向。秦始皇闻言瞳孔骤缩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目光如炬地凝视着虾仁。秦朝将于公元前207年灭亡，距现在还有11年。殿内的烛火忽然摇曳了一下，嬴政的手指骤然收紧，但面色依旧沉静。继续说。陛下死后，赵高和李斯篡改遗诏，扶持胡亥继位，而后逼死了公子扶苏。在将李斯除掉后，赵高权势达到了巅峰，最后天天压榨民脂民膏，致使天下大乱。李斯、赵高还真是好胆。虾仁感受着周遭的低压气息，斟酌一番后继续爆料。陛下，还有一事，胡亥即位后，在赵高的蛊惑下，为巩固地位，将您的其他子女尽数诛杀。嬴政的身体猛然一僵，但神情依旧保持不变。细说。公子姜吕等12位皇子被以谋反罪名处死再度，10位公主被折死于咸阳街头。殿内陷入可怕的寂静，只有秦始皇沉重的喘息声在回荡。过了许久，他才缓缓开口。虾仁，你说朕若早10年知晓这些，历史没有如果，但未来掌握在陛下手中。是啊，这一切都还没发生，朕还有改变的机会。好了，你同朕说一说后世的各朝各代吧。虾仁在脑海里整理了一番，随即就将秦朝之后的历史缓缓道来，直到讲到满清时，虾仁的语气突然变得激动，这让秦始皇察觉出了他的不对劲。你似乎对这个满清格外愤恨。若说五胡乱华是华夏第一场浩劫，那么清朝就是将我华夏拖入100年深渊的罪魁祸首。细细道来。清廷入关后，大肆屠杀，光是扬州和嘉定就屠杀汉人近100万。他们还强迫汉人自称奴才，朝堂之上满语为尊，汉臣连直立说话都要获罪。此等蛮夷也配统治华夏？更可恨的是，他们将历朝历代的传世典籍焚毁殆尽，致使我华夏文明停滞不前。待到西方列强打来时，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。说到这，虾仁拿出手机给秦始皇展示自己在博物馆拍的东西。陛下请看，这是我在博物馆所拍的辛丑条约、马关条约等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，而这一切都始于清廷闭关锁国、愚民弱民的国策。朕倒是理解你为何对清朝如此愤恨了。虾仁，你说，若朕的大秦能延续1000年，可否避免这些浩劫？陛下，历史没有如果，但臣相信，以陛下之名，定能为华夏开辟一条不同的道路。说得好，未来还请你陪同朕一道看看，这个天下还能走出怎么样的新路来。好，此刻跨越1000年的约定就此立下。待门一开，众人就看到千古一帝的手正亲切地搭在虾仁的肩上，这画面给外面的一干人等产生了不小的冲击。卧槽，我虾哥到底干了什么？怎么感觉祖龙大大对他变得格外亲厚了？我也想知道。当众人犹在震撼之际，秦始皇已然传令：李斯，今夜设宴，以待后世子孙，若有半分怠慢，唯你是问。臣即刻操办，必使贵客尽赏我大秦5岳之美。傍晚的广场，各种舞乐表演看得虾仁一行人时眼花缭乱，但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很快就到了宴席结束的时间。这时秦始皇忽然叫来了一队宫人，他们捧着鎏金托盘，上面是各式各样的珍宝。这不是赏赐，是朕给诸位的临别赠礼。陛下，这太贵重了，不如就让我们合个影吧。可得到秦始皇的许可，众人激动坏了。没一会，众人就站在了秦始皇的两侧。虾仁将手机交给蒙毅后，也立马站到了秦始皇身边。随着咔嚓声落下，画面就此定格。随着时间来到9点半，一辆 SUV 凭空出现在广场之上。陛下，我们得走了。秦始皇缓伸出自己的手，虾仁也伸手握住了那双执掌天下的手。记得你和我的约定。一定。秦朝第3旅游团全部上车，6人挤在窗口拼命的挥手，似乎是想为这趟旅行做个告别。随着一道白光闪过，众人便回到了现代。在将众人送回去后，虾仁就回到了家中。系统结算奖励吧。系统正在升级中，请稍后。误草，升级，不知道升级过后系统会变成什么样，对以后的任务会不会有影响？直到深夜，虾仁都快要睡着时，系统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。升级成功，宿主是否结算？结算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已发放。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，虾仁的手机弹出一条短信，显示40万元已到账。很好，统哥，你这次升级了啥？系统商城现已经解锁更多新物品，宿主可打开商城自行查看。虾仁立马打开了系统商城，发现里面原来待解锁的字样全都消失了，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应有尽有。误草，这什么都有了，下次去秦朝也不用提前买礼物了。新任务发布，请宿主带领6名游客前往公元1630年京师2日游，售价4000元每人，揽客方式网络订购，揽客时间48小时，48小时后开放订购，任务奖励30日寿元40万元。误草，网络订购，那我怎么去接人呢？总不能让我全国的跑去接人吧？宿主只需要在家中等待，时间一到，旅行自会开启。虾仁闻言也放下心来，随即打开了秦朝旅游团群聊。此时乔文博一行人也已经被拉进了群里。
下一站，大明王朝订票采取网络订购的方式，抢票链接在一夜旅行社抖音账号，48小时后开放订购。消息一经发出，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卧槽，大明，我要去看开局1个晚的老祖，能指定时间线吗？我想看永乐大典刚修成的时候。本次大明团前往公元1630年京师2日游，这时正是明末，局势动荡，危险系数远超之前行程，请各位慎重考虑。危不危险的无所谓，就是比起能亲眼见到崇祯皇帝，这点风险算什么？各位量力而行，我先去搞个视频预热一下了。随即虾仁就在网上找素材做了一个宣传视频，只是刚出就瞬间引爆了网络。这也太假了吧，还什么时空旅行，怕不是骗人去嘎腰子？现在骗子套路可真多啊，时空旅行都整出来了，还明朝，怎么不去洪荒啊？虽然持质疑态度的人居多，但总有几个感兴趣的。电竞选手陈默就是其中的一员。时光飞逝，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抢票的时间。陈默死死地盯着屏幕，当崇祯3年京师2日游的链接弹出时，他立马就点了进去。刚付好款，他就被一道白光笼罩，随后消失在了原地。此时某剧区的军营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景象。下一秒，6张陌生而茫然的面孔出现在了一辆 SUV 之内。卧槽，真的是时空旅行！首长说的是真的，居然真有这么神奇的事。虾仁早就传送了过来，此刻他正坐在驾驶位打量着众人。待车内的众人稍稍平复心情后，他才缓缓开口。恭喜诸位成为这次明朝末年京师2日游的时空旅人，我是你们本次的带团导游虾仁。话落，虾仁从系统中购买了6套明朝服饰。随着虾仁付款成功，众人的面前都出现了一个小光点。虾仁轻轻点去，下一秒他身上的衣服就变成了明朝过冬的棉服。其余人见状也伸手点去，待众人都换好衣服，虾仁便开始讲起了注意事项。此次我们前往的是明朝末期，正是最动荡的时候，诸位不想死在那儿，必须听从我的吩咐。看到那个光幕了吗？穿过它，我们就到了明朝。话落，虾仁就发动车子朝光幕驶去。随着 SUV 穿过光幕，鹅毛般的大雪飘落在众人身上。欢迎诸位时空旅人来到公元1630年的大明王朝。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对，先苦后甜，不然怕小心脏受不住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正是几次之变的中后期，也就是皇太极率军破关直逼北京的那次。历史上这时候后金军正在京畿一带烧杀抢掠。听到虾仁的话，众人都有些害怕，唯有丁亮还算镇定。他看向虾仁，沉声问道：那好消息呢？我们目前在京城附近的卢沟桥村是明军重点布防区域，后金骑兵不敢轻易进犯，暂时安全。瞎捣！这卢沟桥和77事变的卢沟桥是同一个地方吗？是同一地方。你们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？我们穿越到这个时间点，正是华夏子孙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，而300年后的卢沟桥事变，又是中国近代苦难的开端。他的话像一块巨石砸进水面，场面顿时陷入死寂。丁亮的战友徐钊突然沉声开口。或许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某种暗示，我觉得咱们既然来了，应该做点什么，也不枉此行。我赞同，历史书上说崇祯多疑刚愎，昏招频出，但我们今天要帮的不是他，是大明百姓。众人越说越激动，在这大雪纷飞的环境中就讨论起来。此时被冻得有些受不了的苏慕云开口了。咱们先别说这个了呗，咱们能不能先找个住的地方？这么晚京城应该是去不了了，前面不远处有个驿站，今晚就先到那歇息一晚，明天再去京城吧。说完，虾仁从背包里掏出一支强光手电，打开开关后，雪幕中骤然劈开一道光柱，照亮了前方泥泞的官道。苏慕云盯着他手中的现代手电，这玩意还有多的吗？有啊，这儿可提供一切现代商品，只要你们需要的，我这儿都有。你们可以把我这里当成一个移动的大型超市。香岛，你这里是否可购买马车？我们徒步前往卢沟桥村，只怕他们不一定会让我们借住。如果有的话，要2辆马车，费用由我来出。马车什么的我还真有，但这可不是开车。你们有人会赶马车吗？这话一出口，众人沉默了。在一干人等陷入沉默时，丁亮和徐钊2人缓缓地举起了手。我们2会之前去影视城，我们收养来一次驾车比赛，我们2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。先声明，我们就会一点皮毛，可不是很熟练。没事，就这点路，总不会将我们拉到坑里。说完，苏慕云就在虾仁那购买了2辆马车。没多久，众人便赶到了驿站，并在此住了下来。次日清晨，众人经过2个时辰的旅途，终于来到了京城内。在安顿好后，虾仁将众人都喊来了自己房中。作为你们的导游，我有义务再次提醒各位，我们只是时空旅人，完全可以只去游览京师风光，然后平安返回现代。而尝试改变历史，很可能会带来无法预知的危险和后果。怎么选择，就看你们了。掐道，看到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百姓，我更想做些有意义的事。以前读史书时，总觉得无能为力，但现在我们就在这里，有机会去改变，哪怕失败了，至少我们试过。丁亮和徐钊对视了一眼，同时点头。
我们是军人，见不得人间疾苦，若有1/1000的可能改善百姓处境，我们义不容辞。虾人听完每个人的表态，本来严肃的脸上忽然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。既然大家选择一致，那就让我们试试给这个黑暗的时代带来一点光明。不过我们只有30个小时，而在这30个小时内，如何做到让崇祯皇帝相信我们？不，这还不够。我们不仅要让皇帝相信我们，我们还要让朝臣都相信我们。要让崇祯信任我们已是难事，再加上那些各怀鬼胎的文武百官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就在众人都在苦思冥想时，苏慕云的下一句话却让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。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。苏小姐有何高见？对这些老狐狸来说，改朝换代不过就是换身官服的事，怎会真心与我们同舟共济？所以我们得给他们下一剂猛药。所以你准备给他们下怎样的猛药？我们可以杜撰历史，让他们相信只要清兵入关之际，就是他们酒足消消乐之时。这样一来，你说他们还敢袖手旁观吗？可这也不是我们说了他们就会信啊。这个就得看虾岛了，虾岛哪里？但凡现代之物都可购买，那买一本根据我要求的历史文献，想必也会有的，对吧？虾人没有回话，而是默默地打开了系统面板。系统可以定制历史文献吗？只要付出等价的金钱，即可买到想要的历史文献。虾人关掉系统面板，朝着苏慕云点了点头。有的。众人在听到肯定的答案后，都是高兴不已。此刻众人又开始商讨该如何见到崇祯。在这个封建时代，最快且最有效的法子便是人前显圣。我们可以直接去到宫外，然后让夏岛展现一下凭空变东西的本事，必然能让崇祯见我们一面。我觉得没问题，时间所剩不多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随即众人就立马来到了皇宫之外，还不等众人靠近皇宫大门，一队禁卫军就拦住了他们。站住！你们是干嘛的？我等乃是天帝之命下凡的仙使，今日特来助陛下驱除鞑虏。话落，虾人的手中就凭空出现了一把华丽无比的剑。禁卫军统领见状不敢耽搁，立马就去宫中汇报了。陛下，宫外来了一帮人，说是天上来的仙使，说是来帮陛下驱除鞑虏的，然后还凭空变出了一把宝剑。仙使还会凭空变出宝剑？你速将人带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帮人是不是仙人。很快，禁卫军统领就将众人带到了大殿之中，看着几人平凡的着装，崇祯心中顿时起了疑心。诸位看着并不像是什么仙使，你们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陛下果然非同常人，我们的确不是什么仙使，我们是来自300年后的华夏子孙。300年后的后世之人，尔等可有证据可以证明？虾人随即拿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航程的宣传片。崇祯接过手机，看着里面科幻的场景，他的神色从震惊变得颓然，最后缓缓开口：朕相信你们了，但我看到里面并不是大明，也就是说大明已经亡了，对吧？不错，按原本历史，14年后京城被攻破，陛下于眉山自缢，自此大明亡国。居然14年后就亡国了吗？崇祯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踉跄着后退，若不是虾人扶住了他，怕是直接倒在了地上。是谁夺了我朱家天下？起初是李自成的大顺，但最终是关外的女真人建立了清朝。清朝？他们强迫汉人剃发易服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更可恨的是文字狱，多少文人因一字一句家破人亡。他们让天下人自称奴才，打断了整个民族的脊梁。陛下，我们此来不为别的，就为阻止那100年屈辱，绝不让汉家儿孙再做奴才。诸位，当真能助朕挽回大明气运？陛下，300年后的子民们最常说的就是人定胜天，只要上下齐心，我相信没有跨不过的坎。崇祯的眼中渐渐燃起一簇火苗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虾人等人深深一揖。既如此，朕愿与诸位共谋大明兴商。诸位准备如何相助朕，相助大明？虾人没有说话，而是拿出事先准备的历史资料递了过去。陛下，不妨先看一看未来。崇祯接过虾人递来的册子，细细翻阅，每翻一页，他的面色就惨白一分。看完最后一页，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迷茫与痛苦。没想到朕的身边全是贪官污吏，朕完全不知从何做起啊！陛下莫急，变革需要时间，更需要方法。此次我们前来就是为陛下提供方法的。说着，虾人取出了那本定制的史料，双手奉上。陛下，这是我等精心准备的另一本史书，想来能帮到陛下。崇祯有些疑惑地接过书册，他翻开一看，瞳孔瞬间放大。这虽是杜撰，但要让那些大臣相信，这就是他们的结局。诸位之意是要让他们明白，唯有与朕同舟共济，方有活路。不错，诸位准备何时将这杜撰的史书告知那些大臣？明日早朝，我们便当众亮明身份，是来自390多年后的后世之人。届时我们会直言，此行为就大明而来，更要将诸位大臣的未来一一道明。那些老狐狸个个都有800个心眼子，若看出这史书有假，只怕会走向相反的方向，提前效忠新主子。只要让他们相信了我们是后世之人，那么这本史书由不得他们不信。这些大臣求得不过是利，而我们的出现与陛下而言就是利，与大明而言就是利。也罢，再坏还能坏到哪去？那依诸位先生而言，今日天色已晚，诸位就先在宫中住上吧。也好。虾人一行人在太监的引领下前往偏殿歇息了一晚。
次日早朝，一众朝臣看着殿中虾仁等人，心中都是疑惑不已。就在此时，崇祯开口了：“诸位爱卿，这7位乃是来自390年后的后世之人。” 390年后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等光怪陆离之事，闻所未闻，这也太过荒谬。在崇祯的授意下，王承恩一声肃静在金銮殿内回荡，朝堂上渐渐安静下来。朕从这些后世之人那里听到了一个好消息，诸位爱卿可想知道是什么好消息？殿内死一般的寂静，群臣都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崇祯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首辅周延儒身上。周卿，你来说说。臣以为想必是大明国祚绵长，江山永固。错了，好消息是大明马上就要亡了，朕这个皇帝也马上就要死了。这句话吓得周延儒踉跄后退2步，面色惨白。陛下，此等大逆之言！大逆，朕不过是转述后世史书所载罢了。诸位爱卿难道不想知道史书上都是如何记载你们的结局，又是如何评价你们的？此刻金銮殿内安静的可怕，大臣们一个个低垂着头，生怕引起皇帝的注意。崇祯便自顾自地再度开口：“刘爱卿，史载你被起义军五马分尸，尸骨无存。”刘宗周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还不等他说些什么，崇祯又指着赐府温体仁说道：“温阁老，你在李自成破城时被凌迟处死，全家老小皆死于乱军刀下。周阁老，你倒是体面些，带着全家投井自尽，可惜井口太窄，挤得尸骨都变了形。”话落，崇祯扫视着群臣，嘴角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他接下来的一句话，更是吓得群臣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诸位爱卿，你们都会陪着大明一起灭亡，你们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？那些平日里巧舌如簧的大臣，此刻全都变成了哑巴。崇祯满意的欣赏完大臣们的反应，转向虾仁微微颔首。虾先生，不如让朕的爱卿们都亲眼看看，免得以为朕在危言耸听。虾仁闻言，便将准备好的书籍分发到每位大臣手中。整个金銮殿只剩下书页翻动的声音和偶尔的抽泣声。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大臣，看到自己的被杜撰出来的下场，此刻都佝偻着身子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这些便是后世所记载的历史。除此之外，后世还分析了明亡的原因，我说给诸位听听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虾仁。其一，党争误国，东林一家独大，排斥异己，致使朝堂失衡。其二，贪墨成风。崇祯年间，仅盐税一项，被贪墨的银两就达数百万两。随着虾仁一条条列出明亡的原因，朝中群臣的脸色一个个都变得惨白。此刻，周延儒站了出来：“你说的如此严重，莫不是在诓骗我等？”说实话，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们是死是活，我们为的是中原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大明子民，所以根本没必要骗你们。尔等口口声声说是后世而来，可有东西能证明？当然有。话落，虾仁手腕一翻，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支造型怪异的长管武器。这叫狙击枪，射程3000步外取人性命，如探囊取物。怎么可能？红衣大炮最远不过1000步。倘若大人不信，不如我给大人演示一番。这殿中太小，我这枪施展不开，还请陛下找一处地方。就城西的演武场吧。没一会，众人就来到了演武场之上。虾仁瞄准3000步外的草人，随着他扣下扳机，远处草人的头部瞬间炸开。这一幕看着群臣目瞪口呆。真的能射3000步，还有如此威力，尔等竟真是后世之人。我等而来就是为了帮大明驱除鞑虏的，如今是名留青史，还是遗臭万年，全凭诸公自行抉择。崇祯从龙椅上缓缓站起，目光灼灼地看着他的臣子们。周延儒第一个出声：“老臣愿效犬马之劳。”臣愿耗费毕生心血，全力改革推动新式火器。臣谨设一书局，钻研格物致知之学。此刻崇祯见目的已经达成，也适时的退朝。深夜，皇极殿前的广场上，除了崇祯和一队侍卫，只有虾仁一行人。陛下，我等一会就要返回现代了，下次见面也不知是何时。说到这，崇祯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他摘下了腰间的玉佩，递给虾仁：“这是我的贴身玉佩，下次前来，你可凭此玉直接进宫，就不必像这次一般大费周章了。”虾仁刚刚接过玉佩，一辆 SUV 就凭空出现在了广场之上。看着这神奇的一幕，崇祯震惊不已。这就是你给我看的钢铁盒子吗？不错，此物名叫汽车，可日行千里，陛下可要坐一下试试？也好。随即虾仁就开车带着崇祯溜了一圈，结果刚一下车，崇祯就吐了得有1分钟，他才回过劲来。朕还是适应不来这现代之物。陛下，这是晕车，下次可以先吃个晕车药，就不会如此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陛下保重，等我们回来。朕等你们。虾仁朝着崇祯行了一礼，随后就招呼着众人上车。待众人都坐好后，车身猛地爆发出一道白光，随即就消失不见了。这就回去了，也不知下次再见是何年何月了。时空隧道中一片漆黑，唯有 SUV 车内亮着柔和的灯光。虾仁看着四周有些意犹未尽的队员们，缓缓开口：“诸位，下次再见。”话音刚落，车厢内突然亮起7道纯净的白光，笼罩在每个人身上。唰的一声，7道身影同时消失，只剩下座椅上残留的那一缕温度，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。而虾仁也靠着系统奖励的寿元，彻底摆脱了癌症的困扰，自此过上了惬意的导游生活。